總的來說，測試篇我們看到的是結果，文波低，輸出穩，溫控克制。拆解給我們的答案就是控制策略，把動態壓住，濾波分屏，把波形收乾淨，再加上電池端的雙層保護，把安全兜住，這就是它越級穩定的答案。各位朋友大家好啊！這台移速小鈍星在磁吸充電寶這個體量下，它的文波表現低到完全脫離同級別區間的那種水平，而這種級別的文波不是靠運氣，也不是靠調一調參數就能出來的。所以這一期拆解，我們就從這裡開始，把它徹底拆開，看看到底用了什麼樣的電芯形態，什麼樣的內部結構，能讓一個磁吸充電寶把輸出控制到這個程度。同時，大家最關心的半固態安全電芯，我們也會一起盤清楚，到底是宣傳說的漂亮，還是工程上真的站得住腳。這一期拆解篇，我們一起來尋找答案。充電寶拆解有不可估量的風險，同時也會脫離保修，請大家不要隨意的模仿啊！這根自帶的非標準的線材，我們就不拆了。這個充電寶目前電量基本上是滿的狀態，我們把它拆解開，然後拿到戶外去做穿刺實驗。殼子已經被我摳開了，但是這個內部的電芯是粘在這個上面的，我們還要把它加熱一下。加熱了以後，我們就可以順利的把電池给它摳出来。這上面是泡沫双面胶，壳体是铝合金的啊，不是塑料的啊，大家要注意啊。主板上面有2顆螺絲，我们把它卸下來。這個充電寶磁力好的原因，就是因為它的磁鐵用的是比較厚的，它的散熱材料是紫銅箔加石墨复合導熱貼，這種散熱的效果是非常好的。輕顆子做絕緣 ，NTC 熱敏電阻放在這個電池這個位置來進行檢測內部的溫度。這個主芯片的位置有一張灰色的導熱貼，電感位置有一張泡棉，電池的四周都有泡棉進行保護。大家看一下，我基本上已經把它拆成了一個螺板的狀態，按一下開機按鍵，這幾個燈還是亮的，證明這個電是滿的啊。同時跟這個充電寶做對比的另外一顆聚合物電池，大家看一下，上面有 logo， 不用我說，大家都知道這個是哪個廠家的吧？這個是普通的聚合物，這個是半固態的聚合物。我們一起拿到戶外去做穿刺實驗。
兄弟們，穿刺對比的結論到這裡就很明確了。這顆半固態電芯表現出來更高的機械安全裕度，關鍵是狀態依然穩定，電壓還可以維持工作，後續依舊還可以給手機補電。強調一句啊，咱們前面的穿刺實驗是在安全的環境下做的，實驗是有風險的，非專業條件，請大家不要模仿。這期視頻我們不只要看電芯扛不扛刺穿，還要把問題問到底，它為什麼能這麼穩？測試片裡那極品的穩波表現，在磁吸充電寶裡屬於是明顯的越級。接下來我們從電路細節開始找答案。電池保護及主控電路這一部分的核心邏輯很清晰，先把電芯管住，再把能量調度好。這一塊電池是一束定制的半固態聚合物電池，已經是通過 3C 認證的電芯。電池的容量是5000毫安，能量值為 18.5 瓦時。前面測試和穿刺的結果大家也看到了，電芯我們已經有直觀的結論，它的安全裕度確實是很高的。電池保護這塊，先由適應 HAB 的單串保護 IC 承擔基礎過充、過放、過流保護這類功能。這個芯片由於適應信息無法追溯，我們這裡只按功能定位解讀，不做品牌歸屬判斷。真正負責在異常情況下切斷電源路徑的功率器件是深圳新公源電子的 AGM204 MDP 開關管。新公源電子2015年成立，主要從事功率半導體器件研發與生產。它承擔的是兜底切斷的角色，可靠性與一致性優先。同時板子上還有一顆 8205A 雙 N 過道 MOS 管，配合 R005 採樣電阻，組成電池端的電流感知加受控開關的組合。簡單來說，就是一顆負責看電流，一則負責控制電流。MCU 供電方面，深圳林星星微電子出品的 LX4004A 電荷泵芯片，負責把電池的電壓升到系統需要的電壓軌，為 MCU 無線控制芯片提供更穩定的供電環境。林星星微電子成立於1999年，產品涵蓋通用邏輯、計量、馬達驅動、時鐘與電源監控等方向。這裡電荷泵的思路很典型，不是為了大功率，而是為了乾淨穩定的控制電源。而系統管理的大佬是台灣靈通科技出品的 GPM8F8009C MCU。靈通科技2004年成立，主營方向是 IC 研發設計，產品線涵蓋多媒體 SOC 與微控制器等。PCB 這一面，適應 RTY 的 PNP 三極管與適應 J3Y 的 NPN 三極管，通常用於電源時序、信號返鄉、電瓶轉換、開關使能等工作。小器件，但往往決定系統上電是否乾淨利落，關斷是否徹底。無線充電及 C 口電路這一部分就是測試片裡穩波低得離譜的關鍵。一方面靠主控的控制能力把動態壓住，另一方面靠輸出端的頻段分工把波形收住。功率主控芯片是珠海智榮科技的 SW6206S， 這是一顆高度集成的 SOC 協議芯片，就是把移動電源的充放協議保護打包做完。它強調的是多協議雙向快充、ADC 監測、庫冷劑等系統級的能力。功率這邊用的是 2.2 微亨的合金電感作為升電壓能量的傳遞核心，同時電池端和充電口輸入端各使用3顆 MLCC 進行並聯，負責兩端的電流高頻去偶與旁路，主要是壓住高頻紋波、尖峰和開關噪聲。而 C 口的輸出側再加一顆 8205A 雙 NMOS 作為 V-Bus 開關，它的意義不僅僅是開和關，更重要的是做物理隔離、防反灌、拔插保護，並配合後級濾波把順態波形收斂。旁邊這一顆兆慶瑞龍電子的12系列220微瓦16伏的固態電容，負責低頻段的紋波控制，提供更大的能量緩衝與順態電流支撐，改善負載突變時的壓降、回彈和波形毛刺。瑞龍電子2015年成立，專業生產固態鋁電解電容，所以咱們看到的輸出很乾淨，並不神秘啊，這是典型的工程組合，高頻靠 MLCC 陣列，低頻靠固態電容，兩者分工明確，紋波自然就壓下去了。無線端控制芯片是北京新洲科技出品的 SCD63142，這是一顆無線充發射一體化芯片，集成全橋功率級，具備 FOD 相關能力與偏上穩壓等特性。新洲科技2016年成立，主營業務是高性能電源管理、集成電路研發設計。無線功率開關由深圳微兆半導體出品的 VS3622D1 雙 NMOS 承擔。微兆半導體2012年成立，專注 MOSFET、IGBT 等功率器件。這裡用雙 NMOS 更多是做無線電路的電源隔離與啟停控制，避免無線待機損耗，也防止互相串擾。另外，這裡幾顆 MLCC 協振電容負責協振網絡的能量循環，NTC 熱敏電阻負責內部溫控適時反饋。
總的來說，測試篇我們看到的是結果，溫波低，輸出穩，溫控克制。拆解給我們的答案就是控制策略，把動態壓住，濾波分屏，把波形收乾淨，再加上電池端的雙層保護，把安全兜住，這就是它越級穩定的答案。兄弟們，測完、拆完，也把關鍵的實驗跑完之後，這台移速小鈍星給我的最終評價很明確，它不是靠噱頭出圈的磁吸充電寶，而是一台把穩定性和安全邊界同時做上去的工程性產品。測試片裡，它在磁吸充電寶這個體量下，輸出穩定性非常好，無線7.5瓦能長時間的穩定輸出，溫控表現也很克制，有線18瓦在實際使用中也能穩住功率輸出，體驗不像短跑型。最關鍵的溫波表現已經屬於同級別裡非常罕見的極品溫波，這說明移速在電源質量這件事上是認真做的，而不是能衝就行。再到咱們拆解篇給出的答案，電池端2級保護思路，基礎保護 IC 負責紅線，電池保護開關管做兜底切斷，再配合電流採樣與受控開關做日常的快速保護與調度，控制供電上用獨立的電荷泵把系統的電源軌穩住。有線端把高頻去偶與低頻能量緩衝分開做，無線端也是獨立的功率控制與溫度反饋，把這些點全部串起來，就不難了解為什麼它能把輸出收得這麼乾淨，這麼穩。最後補充一句，大家最關心的安全，我在安全的條件下完成了對比實驗，半固態電芯在機械安全裕度上表現出明顯的優勢，並且在極端情況下仍能維持工作狀態。從工程視覺看，這至少證明它不是一句口號啊！所以最終我的購買建議很簡單：蘋果用戶通勤貼背補電優先推薦，穩定、溫控、手感都在線。安卓用戶需要一個隨身小快充，它的有線輸出和兼容性更像是能當工具用的小補電寶。如果你追求的是從0充到100的續航堆量，官方還有1萬毫安可以供你選擇。總的來說，想要穩加安全邊界高的磁吸充電寶，這一台屬於同品類，完成度很高，值得認真考慮的一款。測試為了了解，才是為真相，認真車載客觀輸出。我是離火車載，非常感謝各位兄弟們一直以來的支持和鼓勵，有你們的陪伴，才有我一直猜下去的動力。這期視頻謝謝大家觀看，咱們下期視頻再見。